你知道运送佛像都有哪些忌讳吗？据说佛头佛身必须分车押运，而且必须用红布蒙着，用以避煞。夜路送佛更是格外危险，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。我一个跑大车的兄弟接了个送佛头的活儿，明明佛头平安送到了，他却高烧不退，噩梦连连。我听到消息，赶到医院的时候，他人已经烧糊涂了。龙哥，我佛头被抢了，佛头丢了。顺子，你佛头送到了啊，没丢。他的妻子母亲围着他哭，可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他都坚持自己佛头丢了。眼看好好一个人就剩了一口气，我对顺子的老板道：“佛身在哪儿了？我去送。”顺子现在的老板朋友跟我也是旧相识，听说我愿意接剩下的活，顿时松了口气。龙哥，你要是愿意跑这一趟，车由我出，回款全算你的。龙哥，顺子这次明显病得邪乎，他们出发时明明是佛头佛身一起走的，结果只有顺子送到了。朋友跑车的时间不比我短，怎么会不知道运佛的规矩？这种分体式佛像，不论用几辆车都要同时出发，同时到达的时间都是提前算好的。中间司机要上厕所都得一起去，一停一走都是犯忌讳的。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只有佛头送到，佛身还没送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，还以为是那家寺庙有什么特殊要求呢。顺子回来当晚就不太对劲儿，我问他怎么了，我回来的路上蹭车了，车头刮蹭了一块，但没什么大事儿。我就让他赶紧休息，结果半夜就发起烧了，嘴里一直说胡话，送来医院都2天了，愣是没查出病因来。我估摸着现在送佛身的活儿肯定是没人敢接了，朋友这才借口给你打电话的。我心里有数了，你放心，运佛虽然规矩多，但也是份福气活儿，顺子又不是什么不恭敬的人，等我把佛身送到了，替他好好烧炷香，佛祖一定会保佑顺子好起来的。这次跟顺子一起运佛的叫王成，是我老家的亲戚，才学了半年就天天嚷嚷着要上路赚钱。这趟活路程短，提成高，又有顺子带着，我没多想就让王成跟着去了。谁也没想到，王成开到半路突然发起了疯，给朋友打电话说要加钱。朋友当时喝了点酒，脾气也不好，隔着电话大骂了他一通。结果这人竟然叫朋友把佛身拉回去了。运佛最忌走回头路，送完佛回神都要空车的，更不要说只拉回一个佛身了。朋友知道的时候就都吓醒了，顺子也是开出好远才发现后车没跟上，等知道王成干的事后要拦也来不及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先把佛头送到。也不知道路上是不是又出了其他事，开车最稳当的顺子把车也给刮花了。等到了朋友的公司，里面正热闹，好几个司机师傅拉扯着一个个子挺高的年轻人。王晨，你别闹了，现在不是你能搞定的事儿了，你等鹏哥回来再说吧。不就送一趟货吗？有什么搞不定的？王成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我不让你滚回家吗？谁让你来的？干啥不让我来啊？我又没把车弄丢，我再送一次不就得了吗？再说是我妈让我回来的，她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。估计是家里的长辈。朋友一听，脸都黑了3分。我在朋友后面进了他们公司的门。朋友的员工里有几个老人认识我的。哟，是龙哥来了，带我去看看车吧。龙哥要跑这一趟啊，那太好了，我们几个正在这儿发愁呢。王晨他们几个走在后面，我还能听到王晨的小声嘟囔：“他是谁啊？凭啥他能去我不能去？龙守正你不知道，人家干这行10来年来了，以前专门带车冲杀的，啥邪乎事儿都不住。能有啥邪乎事儿啊？不都是为了钱来的？你闭嘴！”一进朋友公司的院子，我就看到了运送佛身的车。这种佛像因为过于庞大，途中有路段限高，不好运输，基本是到地方再进行组装。佛身也分为了上下2部分，都用红布蒙着，端放在车上。车子外面也挂了红布装饰，车身都是明显清洗过的。龙哥，你看还缺不缺什么？缺什么我去补，咱们就照之前说的，费用算我的，回款都算你的。凭什么？这是我的车，凭什么都算他的？说完就抢上前来想先上车，可惜他虽然个子挺高，但照我还差了大半头，被我提着后领子直接拽了下来。你他娘的给我滚！车是老子的，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朋友把袖子一撸，眼看都要动上手了，被我按了下来。行了，你之前都已经上道了，怎么好端端的突然要加钱？提成不满意，怎么不在出发前说？我之前也不知道啊，都是自家亲戚，我妈还让他照顾我，结果他给别人的提成是我的好几倍，就想让我打白工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你放屁！你才学上半年，老子还不够优待你？谁告诉你，你提成比别人低的？你这趟早上出发，晚上就到了，中午还能休息1小时，车上不就你一个人吗？我中午在服务区的时候，人家告诉我的，我在厕所里听见的。那人说就我提成最低，说我是给人打白工的。要是他早就不干了。这话一出，在场的其他人都愣住了。老张磕磕巴巴半天道：“你傻了？那服务区里的人南来北往的，怎么会知道咱们公司的提成？就算是同行，也没有知道那么清楚的呀。到底是谁说的？你看没看见脸啊？”我没看到，就是上厕所的时候，那人正好在我隔壁，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声音就好像在我耳边一样，我听得可清楚了。老张的脸霎时就白了，也不敢再问了。会不会是顺子说的呀？他们俩不是一起的吗？顺子的声音他还能听不出来？再说，顺子好好的编这些瞎话干啥？龙哥，要不我再联系一下寺庙，看看能不能拖2天。
我一会儿回家洗个澡，今晚就走。顺子还在医院呢，他一直惦记着佛头，我要去看看。那不是全程夜路吗？送佛不怕走夜路，点2盏黄绸灯笼就行了。再说，人命关天，佛祖会保佑我的。末了，我让朋友给我准备了一捆佛香，1碗7彩米。这东西不常用，但我以前运佛时，我师父总让我备着。朋友决定让老张陪我一起去。老张虽然害怕，但也没拒绝。我看了仍然懵懵懂懂、一脸气愤的王晨一眼，把他也带上，毕竟佛身是他拉回来的。傍晚7点整，我们3个出发了。2盏小小的黄绸灯笼挂在左右两边的后视镜下。以前灯笼里都用寺庙的香烛，现在都换成用电池的小灯泡了，没什么亮度，远远看去就像2只萤火虫。老张先开前半宿，我在后排躺着休息。王晨坐在副驾驶，可能是看我像睡着了。王晨放低了声音道：“彭叔还真把回款都给他呀，那咱俩白跑这一趟。老板还能差咱俩这点儿？龙哥肯接这单，你就谢天谢地吧，否则咱们还不知道怎么收场呢。他不就是冲过几次煞吗？有啥了不起的？冲煞不就是大车要开新路线，怕出事找个老司机先跑一趟吗？有点经验的，谁不能干？我都找人打听了，他被人坑得连公司都没了，现在四处干杂活还债呢。亏你们一口一个龙哥的叫着。那你知不知道坑了他的那个人，第一次自己冲煞就死在路上了？那条路线最后还是龙哥去冲开的。”王晨愣了一下，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了，但看那表情仍然是不服气的。老张只能恨铁不成钢的摇了摇头。我在车后排躺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。梦里，我独自走在一条空荡荡的公路上，没有车，也没有其他人，四处很安静。我一直向前走，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在我的脚步身后又多了一个人的声音。我猛地转过身，看到在公路护栏外面站着一个脸歪了一半的男人，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一条腿抬着，似乎想跨过护栏，可他跨不过来。他是唐东，也是当初坑我的合伙人，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。龙守正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你跨不过来的。是吗？他死死地盯着我，突然咧开猩红的嘴，然后脖子像蛇一样伸长，直接越过了护栏，奔我而来。我手往腰间一摸，一个坚硬冰凉的物体直接刺痛了我的掌心。我一下睁开了眼睛，噩梦潮水般退去，微微晃动的车顶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的手还死死握在我缠在腰间的打魂鞭上。这根打魂鞭是小时候一个疯疯癫癫的老道人送给我的。我12岁那年在水沟里救了他，他当时说我修罗像菩萨心，这辈子注定要吃阴阳饭。我当年没当回事，18岁就出门跑大车了，结果我还真像他预言的那样带车冲煞，30好几了还在靠着阴阳饭还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会突然梦到唐东，让我多少有些意外。他死了已经快半年了。龙哥，你醒了吗？快到服务区了吧？一会儿我来开。老张点了点头，抬手似乎想抽根烟，可却没拿住。我这时候才发现他的手有点抖。你怎么了？那个龙哥，今晚上拦车的人怎么那么多啊？我凑到车窗前往外一看，就见路边几乎隔上10几米就站着一个人，他们不拦小车，不拦大巴，只在我们快要开近的时候缓缓抬起手。这段不是高速，路上车也少，光源不足，那些影子又基本站在护栏外，根本看不到脸。别管这些，把车开稳当点，到服务区就好了。老张紧紧握着方向盘，一点不敢松懈。这时，刚刚也睡了过去的王晨醒了，迷迷糊糊的往车外看，我去，怎么这么多人？这附近有啥景点吗？我和老张也没搭理他，一直在观察路况。王晨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窗外，突然一手摸上了车门。我腰间的打魂鞭一震，王晨已经把车门打开了。我立刻抓住他的肩膀，将他狠狠往后一带，车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。让他们上车。老张被吓得尖叫一声，车子也跟着打滑。把好方向盘！我冲老张吼了一嗓子，然后提着王晨的领子，硬是把他拖到了后排。王晨低吼一声，使出双手来掐我的脖子，被我抵在车背上，抽出打魂鞭就给了一鞭子。这一鞭子抽在王晨手上了，王晨嗷呜一声，捂着肿起来的手倒在了座位上。我坐到了前排副驾驶，隔着车窗向外看，车窗外像是蒙上了一层灰尘，都有些看不清路面了。我攥着打魂鞭，狠狠敲了2下窗户，窗外那层灰尘骤然散开，车子又飞快掠过一个伸手拦车的人。后视镜里，那人僵硬地转过头，视线似乎一直尾随着我们。老张抽出了几张纸巾，擦了擦脸上的汗。王晨还倒在后排上，除了低低的抽泣了几声，就没什么动静了。我打开广播，想找个节目听听，正好碰到一个讲评书的，在说《西游记》，就是那主持人的声音有点怪。话说孙悟空在五指山下被压了500年，这一日，老张突然大吼一声，接着车子猛然一震，好像从什么东西上碾过去了。龙哥，我好像撞到人了！说着，老张就想就地停车，被我猛地拍了一下，后面一辆 SUV 差点撞上了我们，临时变道，冲我们狠狠按了2下喇叭。你疯了？哪有人？后面的路面上干干净净的，我也一直紧盯着前方，路中间根本没有人。老张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握着方向盘的手都在发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刚想放松一些，车子又是一震。龙哥，没事，冷静。
马上就到服务区了，到服务区我们就换位置。老张慌里慌张的点头，大滴大滴的汗珠滚落到衣服上，把他前襟都弄湿了。这时候王晨也爬起来了，鹌鹑似的缩在一边，紧紧攥着安全扶手。广播里的《西游记》还在继续，那主持人们声音更尖锐了。咱们就说那东土圣僧金蝉子转世，时世功德加深，这一路西去，难免引得群妖觊觎，众鬼垂涎。我们终于到服务区了，那些拦车的也不见了。这时候刚过午夜0点，我们3个下了车，老张和王晨都有些坚持不住了，腿都有些发软。我让他俩去买点吃的，我自己在车旁边守着。等他们2个走了，我绕着大车转了一圈，车身没什么事，没有磕碰的痕迹，只是车后的防护栏上爬满了乱七八糟的漆黑印子。那些印子有些像手印，有些像爪印，打眼看去异常扭曲和狰狞。我从车里找出一条白毛巾，沾了些水，把那些印子全擦了。佛像仍然蒙着红布，好好的坐在车上。哎，哥们儿，你们这是大半夜的送佛啊？对，晚上送，正好早晨到。太不容易了，这大晚上的，我们这儿正煮面呢，一起吃点啊。他们的卡车停在我们斜对面，车旁边架的小电锅正热腾腾的煮着面条，香味也随即传了过来。谢谢，不用了，我们的人已经去买吃的了。正说着，老张竟然从斜对面那辆卡车后绕了出来。龙哥，卖吃的都关门了，咱们就在他们这儿吃2口吧。人在他乡都不容易，一起吃点吧。我皱眉看见老张的方向，他正端着碗专心致志的等面条呢，完全不见刚才害怕的样子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，我不饿。我拿着毛巾继续擦车，那几个人却一直站在我身后没动。等我停下来回头看向他们时，他们又突然动了，像没事人一样嚷嚷着回去吃面条了。我擦完车就回到车门前，坐在踏板上。这时候我才发觉周围异常安静，这服务区里好像没什么人。虽然停车场的探照灯很亮，但往其他方向看去，服务区的几栋房子里面基本是黑漆漆的，周遭停的车稀稀落落的。仔细看过去，好像都蒙着一层灰。那边老张倒和人家吃得挺欢，一碗接一碗的面条，嘴都不停，就是迟没见到王晨。他本来应该是和老张一起的。我正这么想着，路旁边突然窜出来一个人影，正是王晨。他脸色惨白。龙哥，张叔不见了，我差点回不来。要不是我远远看见咱们车上的黄绸灯笼，我就迷在厕所外面了。这里不对劲，哥，我刚才去厕所，里面都没有灯，四处破破烂烂的。我跟你说，这就不是我们上次去的服务区，咱们来错。我一把捂住王晨的嘴，示意他往后看。就在我们斜对面，老张正大口大口地吃着面条，而他旁边那几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工人都直挺挺地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。他们身后的卡车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，现在看过去，车身锈迹斑斑，车窗的玻璃都碎了。王晨腿一软，差点没跪在地上。我抓住了他的胳膊，小声道：“你过去把老张叫回来，就说我们要出发了。他要不回来，就硬把他拽回来。”哥，我不敢去。王晨被我一推，硬着头皮走过去了。我抽出腰间的打魂鞭，缓慢地站起身。这时候，照亮整个停车场的探照灯开始频频闪烁。王晨被吓得尖叫一声，也顾不上害怕了，撒丫子跑到老张跟前，拽着他就跑。我2步窜上车，在探照灯彻底熄灭之前，发动了车子，打开了车大灯。车灯一打开，最起码能看到路了。那辆卡车旁边的几个工人也不见了。王晨一路尖叫着跑回来，被他拽回来的老张两眼直勾勾的直流口水。我探身过去，把老张拽上了车。王晨跟着上来，要关门的时候又尖叫一声，他车门关不上了，那里卡着一只手。你别管了，你们2个都到后面去。你们2个都挤在副驾驶，我的打魂鞭伸展不开。好在这时候年轻有股虎劲儿的王晨发起狠来了，他硬是提着老张的护腰带，把他连带自己深深塞到后面去了。我朝着那只苍白的手狠狠抽了一鞭子，然后砰地关上了车门。车门外响起了剧烈的敲击声，有人在车外高喊：“开门，开门啊！我还没上车呢！”那声音竟然跟老张有7、8分相像，听得王晨连连哆嗦，看向老张的眼神都不对劲了。我一脚油门下去，那个声音才骤然消失，车开起来了。我们才发现这里根本就不是正在运营的服务区，而是一片废弃的停车场。我掉头往停车场外走，老张在后排又抽搐了起来，肚子一股一股的，像是要吐，却迟迟吐不出来。你车上有没有酒？他再吐不出来，恐怕要出事了。酒有，找出来，给你张叔灌下去，再给他个袋子，让他吐。好。王晨在车后排的座位下一顿乱摸，摸出2瓶二锅头。老张被灌了2瓶二锅头，开始哇哇吐的时候，我们也开上了公路。那座废弃的停车场被我们远远甩在了后面，漆黑一片，死气沉沉。从里面开出来时，我也仔细看了四周，那里停放的很多车都是事故车，车身大都存在着破损和各种凹痕。明明我们开下去的时候，那里是灯火通明的，可现在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像服务区的地方了。老张吐完后就瘫在后排座上，半合着眼睛，看起来像是睡着了，但好在脸色没那么差了。他吐出来的东西都是一股股粘稠的黑水，带着恶臭。我又开了1个多小时，路上再没见到有拦车的或其他怪事。王晨一直安静地缩着。龙哥，你们以前接这种活的时候，有遇到这些事吗？没有，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送佛只送个佛身的事儿。那个在服务区厕所里跟我说话的，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只能说以后遇到事，先过脑子再去办。跑大车这一行，
太冲动可是会要命的。王成点点头，又往座位里缩了缩，整个人都蔫了下去。这时候，前方好像出了车祸，两辆撞别的小车横着拦在路上，怎么回事啊？走不了了！王成此时恨不得一脚油门就到目的地。漆黑的公路让他提不起一点安全感，但好在路边有几个穿着黄色马甲的交警正向我们打着手势，让我们停车。我靠在路边停了下来。现在路面需要清理，暂时不能通过。辛苦了，交警同志。大概需要多久？10多分钟，马上就清理完了。你们车上拉的是什么？是佛像，送到前面寺庙的。我们检查一下，请你们配合。我对交警的态度有些奇怪，毕竟现在还有车祸没处理完呢。但路上遇到抽检也是常有的事，所以我还是打算先下车配合检查。可就在我要开门下车的那一瞬间，我习惯性的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后视镜下还挂着黄头灯笼，那点微黄的光此时竟格外显眼。镜子里映着那名走向车后的交警的上半身，可原本应该穿着黄色反光马甲的他，在后视镜里穿的却是一身蓝色制服，跟那几个在停车场里的工人一模一样。我瞬间锁上了车门，此时再向窗外看去，那几名交警身上穿的根本不是正常的制服，他们身上没有警徽，旧装都只是颜色相近的色块堆叠，而那两辆拦在路上的小车看起来也不是刚出车祸的样子，明显是已经出事很久的报废车了。喂，请你下车配合调查。一直守在车门前的交警这时狠狠敲了一下我的车门，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伸手去领车钥匙。那交警明显看到了我的动作，一时发狠，竟直接攀上了我的车窗，想从窗户爬进来。他的脸一冲进驾驶室，立刻变得焦黑一片。本来还在观察情况的王晨，登时被吓得尖叫一声，迷迷糊糊的老张都被他这嗓子吼醒了。我抽出打魂鞭，当头就给了那东西一鞭，那东西惨嚎一声从窗口跌了下去。我马上发动车子，要转方向盘冲卡，那两辆小车并没有完全把路挡住，我插空开了过去，他也把车头刮花了。后视镜里那几个交警已经不见了，但我的车身猛然一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爬上来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顺子当时抓着我的手说：“哥，有人抢我的佛头，我佛头被人抢走了。”顺子媳妇说过，顺子的车头也被刮蹭掉了一大块，就像我刚刚遭遇的一切。龙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刚刚的交警是假的吗？龙哥，车后面好像有东西啊！我从后视镜看过去，原本蒙着佛像的红布突然飞舞了起来，在红布落下时，有一辆废旧的卡车紧紧跟着我们，那车子的前灯一直闪个不停，我只能从晃动的光源里看到那卡车上似乎装着一颗佛头。运佛时佛头是一定要红布蒙面，且佛头是必须面朝车头的。可那辆车上的佛头没有红布蒙着，且面朝车尾，在漆黑的公路上就像一颗倒飞在半空的人头。妈的！我暗骂了一声，油门都快踩到底了，车子的速度却越来越慢，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从四面八方抵着我们一样。龙哥，怎么办啊？王晨和老张都感觉到车速明显慢了下来，而车厢后面窸窸窣窣的声音越来越大了。老张，你到前面来！王成把七彩米拿出来，佛像点上，插进米里。老张快速翻到副驾驶，我让他帮我把着方向盘，我摇下车窗，在车外狠狠甩了几鞭子，啪啪啪的鞭响在空气里传出很远，车子瞬间加快了很多，但那种粘滞感并没有完全消失。龙哥，这香点不着。给我！老张把方向盘还给我，从王晨那儿接过佛香，他一边嘴里念念叨叨，一边不停地按着打火机。这次香倒是顺利点燃了，王晨赶紧把盛着七彩米的香碗递过去，可老张刚把香插进去，那3根香竟然齐刷刷的从中间折断了，老张的脸霎时就白了。我来点，我让老张继续帮我稳住方向盘，然后把香碗放在驾驶座前。我刚点燃的3炷香，眼前烟气缭绕，竟然就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人头平地出现，只是朝我的香吹了一口气。我怒从心头起，倒刮起那3炷香，朝着那颗人头深陷的眼窝就扎了进去。王晨和老张大抵是没看到那颗人头的，只看到我突然抓起3根香，在空气里狠狠一刺，接着那3根香就像瞬间烧完了一样，变成了一堆灰烬，从空中落下。龙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再给我拿3根。这次我顺利把香插上了，只是那3炷香插上之后烧得极其快，我让老张和王晨看着，香烧尽了就立马换新的。这时候车速又慢下来了，我从后视镜看出去，我们每烧完3炷香，后面那辆卡车上的佛头就稍稍转过来一些。这七彩米和佛香是以往运佛时遇到什么特殊状况祈求佛法护佑的，只是这次情况很不一样，我们运送的佛像不完整。此时车窗外都变成了灰蒙蒙一片，车子几乎要走不动了。我又一次摇下了车窗，却在刚刚伸出打魂鞭时，突然发现自己手臂不能动了。我借着后视镜下黄头灯笼的一点光，看到了抓在我手臂上的数不清的黑色小手。龙哥，香烧完了！老张的声音都变掉了。其实我们带的香不少，但因为他手抖，掉在地上折断的太多了。这时候后面卡车上的佛头离完全转过来，只差最后一点点，而我们距离寺院也没多远了，拼一把吧。想到这儿，我一口咬在了舌尖上，噗的喷出一头鲜血，手臂瞬间能活动了。我回身从老张手里抢过香碗，直接扬到了车窗外。七彩米饭的香灰在漆黑的公路上刮起一阵旋风，我借着车身一倾，全速向前开去。一直紧追着我们的破旧卡车并没有被我们完全甩开，它很快追了上来，全速前进的车轮又一次被凝滞住，路面传来干涩的剐蹭声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又看到了那几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人，他们就站在路边冲我们招手。我的方向盘瞬间失去了控制，车子打着横朝路边撞了过去。我死死抓着方向盘，却无法控制车身。老张崩溃地捂住了头，完了，龙哥！突然，一声悠远沉重的钟响自不远处山中而来，暮鼓晨钟。现在天还未亮，寺院的钟声却敲响了。我的车子就要撞上护栏前，狠狠一打舵，车子猛地转了过来，刺耳的刹车声响彻山间。
我们停了下来，自愿的钟声一声盖过，一声向远远的公路抵挡而去。等我们缓过些精神时，天已经微微擦亮了。我跳下车，除了地上显眼的刹车痕迹，再没见到其他东西。佛神依然端坐在车上，红布也蒙得好好的。早上6点，我们踩着晨阳，将佛神送到了寺庙。寺里的知客和监院慧明大师接待了我们，等佛神送进了佛堂。慧明大师，今日的钟声为何如此早？是住持特意交代的，今早要提前1个钟头敲钟。听说那位送佛头的司机生病了，寺里要替他祈福。大师，送来的佛头没差错吧？我们在路上替顺子烧了香，但总觉得没烧够。因为我始终记得，在最后那辆卡车上的佛头似乎没完全转过来。施主仁心，佛香就在施主的心里，怎么会不够呢？我替顺子谢了寺里的师傅，又特意烧了香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接到了顺子媳妇的电话。顺子的烧已经退了，人也清醒了，就是完全记不清送佛头路上的事儿了，只说烧得糊涂时总闻到香火味。回去这一程，老张是累瘫了，王晨倒是很精神，他仔仔细细的把车厢检查了一遍，确保是空车才开车出发。这一路我们很顺利，王晨尽管没有我换班，他把车开得很稳。不过在快要到家时，我靠在副驾驶的车窗上，隐约看到了公路的护栏边上站着一个有些熟悉的人，好像是唐东。